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19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晶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战狼外交还能走多远？我今天选这个题目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原因就是上个星期那么在欧洲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事件，那么这个重要的外交事件对未来很长时间的这个地缘政治有重大的影响。那么中国在过去几个月时间之内面临一系列的这个外交上的状况，那么我们结合这一系列的重要的外交的状况看一下，正好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什么呢？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接受媒体的采访，讲到中国的战狼外交，我就想把这2件事情放在一起来，这样的话呢，能让我们的网友都能够参与这个讨论那么卢沙也对法国媒体说说他很荣幸得到战狼的称号，他说要挡住攻击中国的疯狗的路他说这个因为法国有很多的文章在批评他的所谓的战狼外交法国《世界报》6月17号有一篇文章叫这个中国驻法大使与舆论战那么讲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的战狼外交风格是为了取悦中国人，而不是树立中国的好形象。然后这个卢沙野在对这个观察者网也是一个中共的外宣他是这么说，他说我们评价自己的工作标准不是以外国人怎么看我们，而是国内的民众怎么看我们，是不是符合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的人民满不满意，答不答应，那么以这种标准来评价我们的工作，而不是看外国人高不高兴，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不高兴就不做。这话说的非常的到位那么它其实非常准确的反映了所谓的战狼外交的本质。战狼外交的本质是什么？演戏给国内看那么演戏给国内看不仅仅是他说的老百姓的问题，他只讲了老百姓但是并不是如此。演戏给国内看有2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为宣传做注脚实际上呢，战狼外交的表演是为洗脑做材料洗脑的目的是什么？让中国人感觉好让中国人感觉特别好那觉得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很有地位这是一个。我们很有地位取决于什么？党的领导。所以最终的目的还是洗脑，就是你看党的领导厉害吧？所以实际上它背后的逻辑是一个这样的回路第2个是什么呢？第2个就是卢沙也没说的。第2个是讨好领导，给领导洗脑，让领导很过瘾，让领导自我感觉很好。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很重要，让领导感觉好，那我不就工作就做得好？我的工作做得好，那是不是应该岗位挪一挪嘞？就其实是2个这个，所以我们可以很深刻的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这一点。你比如说，现在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的那种自我感觉的非常的好这非常的好，很 aggressive那原因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不说，主要的原因来自于洗脑，就是那种某个程度上讲，其实是来自于战狼外交，在战狼外交的那种狂妄和蛮横，他可以狂妄和蛮横的对待其他的人，那中国人会觉得，哎呀，那是不是我很牛了？这种感觉那习近平在5月31号，这个关于这个中国外宣工作的讲话，曾经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叫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那么外界分析呢，是
是这么理解，说认为就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非常强硬的外交方式受到国际社会的诟病，所以呢，这个外界的解读是习近平要求调整战狼外交。我认为这是对中共的这种八股文的误读啊。习近平讲话的语境当中啊，中国外宣的核心的目的是什么？任务是什么？就是两个，第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第二个取得话语权。中国大外宣的两个核心任务就是这两个任务啊。那么努力塑造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是达成这两个目的的目标手段啊，或者是方式。所以，当然他还有其他的方式，他没有讲。没有讲的就是战狼外交，就是其实是两面，战狼外交跟熊猫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两面啊。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习近平没有这样的要求，中国的战狼外交一直在持续，没有停过啊。那么我在思考中国的战狼外交的时候，我觉得呢，现在大家讨论战狼外交，大部分是从观感的角度去分析。那我觉得就没有抓到战狼外交的本质啊。战狼外交看上去粗野啊，粗野凶狠，然后呢，态度呢就这个蛮横无理啊。但真正中国战狼外交的内涵是什么？中国战狼外交的真正的内涵是，中国在全球强硬的推进他自己的政治进程。他为什么要强硬的推进他自己的政治进程呢？原因很简单，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经济、政治、地缘政治的格局已经基本上形成。那么在这个格局当中，全世界主要的强国在这个格局当中有各自的利益。中国经济起飞，然后他就觉得，我们现在不能只看国内的利益，我们要看全球的利益，他就开始推动他的进程。那么他的进程的话，可是各个架构都已经形成了，那怎么办？他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他就有系统的、有针对性的破坏既有的政治、经济、贸易等等的规则，要把它破坏掉，然后通过扭曲、通过失效、通过转型的方式，让既有的规则符合中国政治进程的需要。你搞不定这规则是吧？我把人搞定，把人搞定之后呢，我想要的东西就能实现。这中国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不行我就派人进去，从这个小职员开始做，一直做，最后他成为这个机构的老大，这个机构不就搞定了吗？然后再去改变这个机构的规则。你包括像联合国，这比如说很典型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就是这样，比如说世界银行就是这样，你比如说像这个人权理事会就是这样，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去颠覆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颠覆它之后，他的政治进程不就进去了吗？那比如说一带一路啊，比如说中欧投资协定啊，比如说中国的5G 战略，都是这种方式啊。所以过去20年，中国在推进它的政治进程的过程当中，就逐渐的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战略。中国放弃韬光养晦的战略，很多人以为是中国在它的政治进程当中改变了它的战略目标，其实这是不对的。中共的战略目标从来没改变过。韬光养晦是什么？韬光养晦只是在战略形势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把这个旗帜、把这个战鼓收起来，偃旗息鼓。但是进村还得进，村子还得进，就是不打枪，
不打锣，不吹喇叭了，春还是继续进。所以邓小平跟习近平他的政治理想是没有区别的，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一个更高调，一个更低调，仅此而已。所以中共从他建政建党开始，从来没有改变过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就是中共的敌人，这件事情从来没改变过。他是既定的人，他是既定的。为什么？共产党是资本主义的挖掘掘墓人啊，他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啊，所以所有改变的是什么？就是策略。但另一方面，虽然说调整了，放弃了邓小平的这个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他推进了一套新的外交战略。这个外交战略是强硬的推行他的全球政治进程，同时他并不傻，他制定了一些很聪明的策略啊。那么策略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利用西方开放的体系，对西方进行渗透啊，渗透、攻击、破坏，叫什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个做法呢，我把这个做法我叫什么？叫内外兼修。你看，对内呢能做宣传，你看我在西方多牛，我都多受欢迎，我能做到这个，党领导好吧？这对内，对外，慢慢的占领的这些机构，甚至把这些人搞定，叫内外兼修啊。这是第一。第二，利诱。中国经济为什么要保持增长？中国经济保持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影响，就是中国利用中国经济的成长作为一个利诱的工具，那么诱使西方阵营里面的逐利者，那么比如说商界啊，分化瓦解。这就是6·4之后，6·4西方国家采取的所谓的接触战略，其实就是利诱策略的成功啊，这就是第二。第三，统战。统战是什么？统战超越了间谍手段，间谍手段只是统战的一个部分，统战它是个更广泛的政治手段啊，就是它主要是这3个战略。所以呢，中国经济增长很重要啊，但没想到一场疫情发生啊，疫情发生之后，川普总统因为疫情正式揭开了中美之间的对抗，这场对抗呢延续到了拜登总统啊，拜登政府，拜登制定的这个对华战略更具有针对性啊。他的对华战略就是3点。第一点，建立民主价值观联盟。这个战略呢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是针对什么呢？它就是针对这种利诱策略。价值观联盟正好针对的就是这种利诱啊。当然，利诱这个东西呢，现在开始有点不管用。为什么？中国经济走下坡路。中国经济走下坡路，你看这日子不一样。你说原来日本跟中国赔小心吧，赔小心啊？为什么？挣钱啊！日本一直是贸易顺差，而且很大的贸易顺差，但这2年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少了很多，顺差没了，生意没钱挣了，那当然翻脸就好翻了，否则不好翻。所以这里面的东西呢，就利诱呢，跟中国自身的一些情况也有关系。所以呢，拜登政府的民主价值观联盟非常有针对性，他把中美对抗从原来的所谓的利益之争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意识形态的之争。意识形态之争，美国只有利用意识形态之争，它才有条件
去团结他的盟友，否则你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美国跟他的原来的盟友最大公约数是什么？美国跟很多他的盟友的关系、经济联系没有他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密切，很多国家都是这样。你怎么去说服别人跟你站在一起？哎，川普政府用的是拜登政府用的是什么？民主价值观联盟，这个有针对性，而且非常有管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拜登政府启动的是全政府模式，把美国整个的联邦资源全部调动起来，然后配合什么呢？配合美国国会调整美国整体战略，对抗中国。这个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只是说说，没有动，现在是真动。那美国它的机制动员起来，美国的动员机制那就不用说了，非常厉害啊。那动员起来，你看昨天我们的节目里面讲到，美国国防部在这个问题上，原来只是说说而已啊，重视一下，现在不是，现在他专门制定一个战略，这个战略是系统的调整美国国防部从军力部署到科技到武器研发到战法到战略全方位的调整，它就不是仅仅是把一个枪的问题了，它甚至要跑到印太地区成立一个新的部队，专门针对中国的部队。你想想这是什么级别的调整？非常大的调整。所以美国把这个战争机器，所有的机器都开动起来对抗中国。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拜登政府制定的对华政策，我总结有4个特点。第一个，系统性系统性当然是跟川普政府的区别啊。第二个，针对性，比如说小院高墙，比如说这个芯片它非常有针对性啊。第三个，代价小，尽量把代价缩到最小，不能不管不顾。第四个，富有竞争性的这种策略。富有竞争性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对抗的过程当中，核心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伤害对方，而是要壮大自己。这有点像早年的中国的战略，早年江泽民时代的中国战略叫大象战略。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体积最大的动物，它是没有对手，它是没有敌人天敌的。为什么？因为它太大了。江泽民时代的整个的中国的战略叫大象战略，让自己成长壮大，他就没有敌人。其实那个时候江泽民时代是被美国遏制，那是在美国手里端饭吃很难过，所以他们的战略就是大象战略。拜登政府呢，他所谓的竞争战略，竞争的这种竞争性的策略，其实核心的问题是壮大自己。来，产业链，芯片产业链，来到美国来开厂，我给你优惠，结果全部都来了，都来开厂，把你的芯片产业壮大起来。他壮大起来以后，他才有本钱跟对方对抗。你没有本钱对抗什么？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拜登政府你可以看用了5个月不到的时间，4、5个月的时间，你就可以看到结果。你可以看一下，3月份4国集团峰会形成了印太地区的联盟，然后3月份还中美阿拉斯加战略对话。那么美国实际上双方恢复了正常的外交交往，但是也等于下了战书这是3月。4月，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那么更新了日美战略同盟关系，把日美战略同盟指向了中国第5月，韩国总统文在寅访美，确保韩国加入对抗中国的阵营。第6，这个7国集团首脑峰会6月份，你可以看这一个星期开了多少个峰会。7国集团首脑峰会
北约首脑峰会、美欧首脑峰会、美俄首脑峰会，这一口气4个首脑峰会，那就是拜登政府用了不到5个月的时间，完成了2项工作。第一个，修复川普政府时期出现的西方联盟的破裂，修复这第一个。第二个，协调对华政策，形成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这个就基本上就是走中国的路，让中国无路可走。那么新的联盟就形成了，目标就是针对中国。于是呢，中国就陷入了，我们不能讲史上吧，反正就是过去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对外，就是外交孤立啊。习近平和中国国家领导人18个月没有外访，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18个月没有外访啊。所以呢，中国这战狼外交现在遇到了问题，几个问题啊，我总结了一下，总共大概有4个大问题。第一个，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除了匈牙利吧匈牙利其实也你可以看，匈牙利很快会改变的，把中国作为3个，第一个叫战略威胁，第二个叫战略对手，第3个叫战略敌手，就差说敌人了这是第一个。所以原来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把中国的看法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之后，中国原来行之有效的一些策略开始失效了。那你比如说知识产权，你派人去渗透它，通过渗透它把它技术拿到手，跑到国内去搞一个产业出来，这个原来是很有效的，非常有效，拿到图纸直接国内开厂，直接把整个产业链灭掉。中国很多这样的事情，你比如说像华为就是把这个 Cisco 的交换机路由器拿来复制，然后就把 Cisco 赶出中国市场，这个中国干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你现在这就不行了，这就干不动了。为什么？你偷东西，你是要么主人不在家，要么主人在睡觉。如果主人醒着，拿把枪开着大灯坐在客厅里，你怎么偷东西？偷不了的。所以原来的那种做法就没有效果做不动了。这是第一。第二，西方国家制定统一的对华政策，结成对抗联盟，同进同退，力量对比就发生变化。你比如说中国针对欧洲的政策，一句话很简单，就是分而治之。欧盟看得过去是个统一的国家，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小国组成，中国就一个一个就是分化瓦解，一个个搞定，但你一个个对待他的时候，那中国当然庞然大物，那收拾他起来那不太费劲。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现在西方国家它制定统一的对华政策，你比如说五眼联盟、4国集团，它同进同退，你要对付它，其他的盟友一起反抗，那你力量对比就不一样了这是第二。第三，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这是真战略性的影响。这个战略性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上面影响非常大，你很多利诱的这个战术动作做不动了，没效果，别人不理你了这是第三。第四，中国经济自身的一些特征，就是对外的依赖。其实中国经济在目前仍然是一个非常依赖外向型的一个经济体我举个例子，第一，科技产业对半导体的依赖，不仅仅是我们讲的芯片，对整个半导体的依赖。你看为什么很多人讲这个台湾经济非常依赖中国大陆？为什么？你看台湾每年出口大量的东西到台湾，对中国大陆的这个顺差很大。你搞错了，那不是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依赖。为什么？那出口的都是什么？半导体。你不出口试一下，
你很多电子产业、电子厂你就得停掉啊。这是比如说半导体啊，对美国科技的依赖，美国科技的依赖非常的依赖。做风投的网友会知道，如果没有美国的这个科技的辐射，所有的科技的引擎在美国，科技的引擎是在美国，围绕着美国，它有一个科技的生态。中国是在这个科技，中国是美国科技生态的得益者。那如果你一刀切了，你怎么办？就是对美国科技的依赖啊，这是高科技方面。传统产业就是对粮食的依赖啊，对石油的依赖，还有什么？对铁矿石和其他的原材料的依赖非常大啊，这非常的大，这个依赖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中国跟澳洲翻脸，翻到最后怎么样？自己吃亏吧？吃亏在哪？铁矿石你是依赖它的，你没有办法。你说啊，我去买巴西的可以啊，你运费多少？你算一下。非洲的可以啊，你算一下运费有多少。还有第三点，中国对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这个非常的重要。虽然中国对东盟出口已经成为第一个出口市场，中国出口东盟已经第一个出口市场，但是中国在东盟出口市场里面挣到的钱不多，量很大，但是不多，微利。中国真正的挣钱是在哪？在欧洲、在美国、在日本这些先进发达国家市场才能挣到钱啊，所以那么顺差是从这里来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由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发生，那么中国在推进它的全球政治进程的过程当中，它的困难就越来越大啊。那么“一带一路”你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现在还有报道吗？没有，现在只是在维持。为什么？因为没有钱了啊。所以我们在衡量，我想我们的衡量中国战狼外交有3个核心要素去判断衡量。第一个，中国经济实力，说1000道1万，跟什么有关？中国的战狼外交跟什么有关？跟钱有关。你不是后面捧着一堆钱，你的凶神恶煞谁理你啊？有人理你，什么原因？看钱份上，抬秦翻身。谁愿意看你的臭脸？不愿意看你的臭脸。不过呢，给钱那就忍一下呗。这是第一个，中国的经济实力。第二个，习近平的地位。习近平的地位决定了中国战狼外交。中国战狼外交的始作俑者是谁？习近平，没有别人。习近平专门给外交部写条子，要保持自信心，要打线，所以外交部才慢慢的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是第二个啊，习近平的地位。第三个，中美关系，真正能买单、能搞定的只有一个国家，就是美国。真正能搞定、买单，最后买单离场就是美国。所以中国的战狼外交看来看去，核心都要看中美关系，中美搞成怎么样子啊？好吧，今天我就把这个今天的题目做一个话题准备。我把这个话题准备好了以后呢，那么就请 YouTube 的网友和这个 Clubhouse 房间里的网友，然后你们发表你们的意见，好吗？我就先做一个话题准备。Amy，你那边有什么吗？对，王老师，您先，那个 club，先油管上已经很多问题了。是油管上很多问题。对，可以靠后这边。哦，好，那我先来啊。情况坐标中部某省啊，政府相关单位现在要求社保改革前就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补交改革前的社保。我的天哪，这得交多少？如果快退休的话，金额近10万；已经退休的也要交，不清楚金额从奖金扣。哦，那这窟窿就别填不住喽。
我交代一下背景。中国社保改革啊，社保成立之后，那么本来来说，大家知道保险是什么？保险其实就是，我交一个费用，然后出了状况之后呢，我就享受一个服务。所以保费是什么？保费其实是费用，叫支出，从会计学的角度。但是中国的社保呢，其实不是保险，叫台账。台账是什么意思呢？台账就是往里面存钱，然后你花的钱呢是从里面调出来，你存钱，不断的往里面存钱，然后你那边你有个大水池，有个小水池，那么小水池呢就是你自己花的钱，大水池呢就是公共花的钱。中国的社保其实不是保险，叫台账。那么台账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进去之前，你得存一笔钱进去，一直在存钱，你才能花钱。结果通过社保改革的时候呢，这一票公务员、政府部门、企业、国企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企的这些员工呢，就直接就进去了。然后他们前面有没有铺底资金？没有。没有他就开始领钱了，很多退休就开始领钱，中间这不就有个大窟窿吗？这个大窟窿呢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原来滚存，它不断的滚存，所以现在这个网友说的情况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窟窿原来是用什么填这个窟窿呢？原来是用增长来填，我们就经常讲中国经济保几，因为它用经济增长把这窟窿盖住。它不出问题。那当你经济增长没那么高的时候，它盖不住了，怎么办？没关系，让大家补交呗，就能看到这个，因为那窟窿盖不住了，那就大家补交，这就是这个情况。我们今天还是集中谈战狼外交，好不好？观点：我到大陆工作时的坚持，坚决不用大陆给台湾人的惠台政策，包括就医，我没交钱，我就不愿意用。所谓的惠台政策，中共留给自己的老百姓吧。我想大部分的台湾人也不想拿。OK， 情况从明天开始，上海地铁1号线黄陂南路改名医大会址黄陂南路，我的天，这么长的名字吗？10号新天地站改名为医大会址新天地站，病都不清。所有地铁站和所有线路车厢内的线路图都要更新这个2个站名，又是一笔钱，劳民伤财，完全没有意义。其实这2个站距离医大会址分别是700米和500米，而且得走一会儿。刚才发现高德地图已经更名了，真是迅速啊！观点：中共的战狼外交是他不可救药的中国梦的必然表现。从毛时代超英赶美，到习时代的东升西降，就算今天外交上被列国围堵，他们还是倚仗着自己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做其战狼道路最有力的支柱。能走多远？走到一场军事冲突中被彻底毁灭的那一日吧。OK。情绪感觉现在中国已经在中共的绑架下末日狂奔，像无人驾驶的火车驶入自己最后的路程，就像历代王朝的末世，社会混乱，乱象丛生。希望光明快点到中国的土地上，邪恶的中共快些离开这个世界情况：上海写字楼出租价格连续9个季度下跌。不少写字楼里面2018年 P2P 公司的残骸还没有清除掉。这次治理教育培训行业，楼龄老一点的写字楼群楼都是租给补课中心，这下子空置率又上去了，一片萧条。这个整顿这个教培行业是非常愚蠢又野蛮的行为。大家知道教培行业吸纳了一大票大学毕业生一大票大学毕业生。那么如果教培行业一搞，那几百万上千万的这些大学毕业生
或者是这些老师们，那又没地儿上班了啊！这是愚蠢蛮横的政策啊！观点：教培行业改革最终可能变成底层互害、互相举报的局面。在中国家长眼中，高考是一场零和博弈。我家孩子补课，就不希望别家孩子补课。如果我家补不到课，我就希望别家孩子也补不到课，最终变成互相举报和攻击的家长之间的战争，转为地下教学会让价格暴涨。你怎么会想到互相举报呢？我真没想到，举报这个事情这么 low 的事情。情况 CBA 就是中国篮球联赛啊，中国职业篮球学赛决定下个赛季禁止外援，体育闭关锁国开始了。OK， 情况：湖南汝城民房倒塌已经导致11人死亡，死亡人数持续攀升。民房倒塌，什么叫民房倒塌？怎么个倒塌法？怎么意思？死10几个人？提问，请问王老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白宫跟国会的关系？假如白宫不按照民意出政策，或者做出违背民意的事情，比如禁止电动车上路，来自民意的压力会迫使国会弹劾总统。民意不需要压力国会就是民意的代表。这些国会的议员们非常有政治经验，他们一看这个政策一定是违反民意的，他就会反对了。他比老百姓更了解民意，为什么？他就是靠民意出来的呀。所以那句话是不需要的。就是如果美国政府真的去禁止电动车上路，我估计第2天他就会被弹劾啊。提问，请问王老师，美国制裁华为2年了，但是国内华为手机都正常营业，芯片库存还没有用完吗？你得问他，不能问我啊。应该差不多了啊，它高端的芯片应该是差不多了啊。情况：沂蒙警政大厅砍人事件，男女双方离完婚出警政大厅，男方拿起斧头砍向女方，刀刀致命，连期间斧头掉地上，捡起来继续砍。官方不报道，连新闻都没有。微博删评论，又搞禁言那一套。是不是最近在网上流传的那个视频啊？都不在大厅吧？是在外头吧？是在路边上吗？是那个吗？观点：战狼外交是典型的愚民洗脑，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叫嚣声却能让粉丝自嗨。提问，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创新能力？中国没有创新能力。中国，你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没有一样东西是中国自己创造的。从淘宝到腾讯，从这个滴滴打车到你没有东西没有中国自己创新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共产党到什么民主党派，没有一样中国是自己创新的。中国没有创新能力，中国创新能力是零，所以中国没有创新能力。你说啊，中国也有科研能力，那有创新能力，科研能力没问题，有的，但是没有创新能力。我们不讲传统文化，我们就讲现在，我们不讲科研机构，我们讲现在的大学。大学学生会举报老师，这种事情都会发生，你怎么会有创新能力呢？你想想看，那么多的禁忌，那么多的规则，那么多的禁区，而且还动员学生来举报老师，这种事情在发生，你搞什么创新，那是不可能有的事情，好吗？观点：战狼外交观点：之前看到1万亿芯片，然后和一个从事芯片行业10多年的人聊了下，他说，如果中国真的搞这个芯片计划，那么中共就真的进入最后的倒计时了。
因为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独立的从原材料开始制造芯片，包括美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独立的从原材料开始制造芯片，包括美国。但是如果中国被封锁芯片的话，中国国内什么天网之类的数字集权的东西，5年之内很可能就垮了。数字集权靠的是什么？数字集权靠的并不是科技，数字集权靠的是我们每个人用的手机，每个人在用的手机。那你是能拒绝吗？当然不能拒绝，因为手机是现代文明的集合物啊，那不能够。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对你的隐私有影响的东西，或去了解每一个 APP 它会不会窃取你的隐私。隐私是什么？隐私是对抗数字集权最后的一个保护壳。所以你要重视你的隐私，是对抗数字集权的最有力的工具啊，这个很重要啊。提问：宁波工程学院黑人杀人，请问王老师怎么看？我就是那个黑人的学生啊。OK， 中国每天都有很多凶杀案啊。那我看待黑人杀人跟其他的凶杀案没有区别，这就是一场凶杀案，就是这样，我没有什么看法。这和刚才前面讲的那个，离婚出来拿斧子砍，其实是同样的性质，就是凶杀案啊，这就是我的观点啊。那有些人当然，这个中国人对黑人是非常的不满意的，这是中国人普遍的看法。你一强调这个黑人，就已经反映了中国人的特点。我对这个没有看法。情况：湖南省各级官员在长沙市的前几天的大火后，为了各保官员的乌纱帽，现在要求将违建一刀切。到时看各大市场商户煤仓库使用的状况吧。为了保乌纱，不顾民生和现实，这就是现在中国的官场的情况。怎么说呢？都是一票否决，就是上级对下级都是一票否决。用习近平的话叫什么？叫压实担子。压实啊，就是把这个责任压到你的这里了啊，就压实担子啊，压实责任，就一票否决。出了这个事你担着，你担着怎么担？撤职呗。所以都是一刀切，从上到下都是一刀切，包括你可以看教培，这也是一刀切啊。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中国现在的这个情形哈，你可以通过这个情形看到2点。第一点，权力全部跑到上面去了。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关系当中，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全部跑到中央政府去了。好，中央政府的权力全部跑到习近平手上，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什么呢？当权力全部上移之后，那么下面的人没有权力了，没有权力我做什么为？我肯定不作为嘛，我没法作为，你让我怎么作为？我没有权力了。所以呢，整个官场的气氛就是所有人都不作为，看顶上，顶上一说，只要他说了，底下就疯狂的干，反正没有成本，也没有代价，而且有可能得好处。所以呢，你看深改委，习近平在深改委讲话话音一落，没2天，这个工商局就是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去一口气罚了15家教培机构，然后教育部马上上来就竞相的表现，成立一个什么？成立一个监管司，校外培训监管司。监管司一成立，马上出政策干什么？不准补课啊，这就直接把教培行业给灭掉。
所以你可以看现在的情形就是很像这种，这很典型，就是说，习近平一发话，底下人就开始竞争性的出政策。赶紧想想看，这政府竞争性的出政策，那还不把这个行业给灭掉？所以呢，一个政策灭掉一个行业，一个政策灭掉一个行业，就是现在的情形。提问：用战狼外交反哺国民，王舍觉得利用我们的什么样的国民性，很想刨我们被经营着文化里的根。中共是怎么玩的这么溜？溜不溜？你在这个机器里面都会变成那样子，跟溜不溜没关系。战狼外交有跟文化有什么关系？前两天有个网友在这个在昨天吧，昨天前天我忘了，前天吧，在我们的视频下面提问说，你怎么不频频说说这个叫什么12？神舟12是吧？是神舟12吗？神舟12这件事情，就是中国上太空，就是三个这个太空宇航员进空间站，把这个党支部送上太空，3个党员啊，3个党员就可以成立党支部了，党小组、党支部可以成立党支部啊，3个人送上去，国内的媒体大肆报道，他就问我怎么不说这个事儿，然后就网友有人帮我说，我还没回呢，网友就帮我说了，他说是这样，他说王老师有个节目。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太空雄心很像什么呢？很像这个郑和下西洋啊。我是有个节目讲中国的太空雄心和这个郑和下西洋的对比。那我一直认为中国人对太空没兴趣，这个探索宇宙奥秘不是中国人的志向，中国人的志向是什么？中国人的志向还是挣钱。中国政府也没有对太空的奥秘也没有兴趣。中国政府为什么派这个宇航员上天，就像什么？就像当时的这个明朝的皇帝派这个郑和下西洋是一样的，叫什么？扬我国威。扬我国威的目的是什么？中共只有一个兴趣，什么兴趣？权力，抓住政权。扬我国威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就是保住政权，让大家觉得我很厉害。只要大家觉得我很厉害，我就会继续垄断我的权利。这就是现在这个中共玩的就是这些东西，没别的。你说这个战狼外交，战狼外交的核心是什么？跟这个宇宙飞船上天是一样的，是不是我很厉害？对啊，我很厉害。我很厉害，说明什么？我有本事啊！我有本事，所以你看，我应该领导大家吧？你看习近平说的是什么？你看我们干了100年，多牛逼啊！就是我牛逼，外交战狼外交，其实归根结底就是3个字：我牛逼。只要我有这3个字，我就可以拿住政权。洗脑洗的是什么？洗的就是这个。提问，请问王老师，欲要摧毁中共，是不是只能通过热战，比如说八国联军再次闪电打击夺取政权？我不回答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没意义啊。我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好吗？提问，战狼外交的背后是中国必须有威慑力，但当中国被证实其实力不足的时候，其战狼嘶吼只能是吉娃娃犬吠接。今天台湾疫苗就证明此事。在中国嘶吼台湾不得跳过中国购买疫苗时，美国于今晚宣布250万剂明日抵运，直接让中国的认知战成为笑柄。现在只能攻击台湾政府是国际乞丐，但事实是各国开始不断甩战狼的嘶吼，开始不甩战狼的嘶吼。日本跟美国开始大力支援台湾疫苗。请教王老师，关于拜登政府认为中国在卡台湾的疫苗采购，对台湾的实际帮助有多少？你自己已经讲过了呀，直接打脸啊！
啪啪啪打脸啊！你看美国把疫苗运来，日本把疫苗运来，就是不要中国的疫苗，这挺好嘛，这不就是？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那句话，虽然现在台湾政局有点乱，乱是什么？乱只有一个原因，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国民党后面加上共产党在捣乱，那台湾政局就有点乱。但是这件事情最终解决，最终不能做，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两条。第一条，台湾自己研发自己的疫苗，这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事情。台湾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台湾最终是研发出自己的疫苗，就能够真正的打败中国国产疫苗。台湾这是根本，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在现阶段，日本也好，美国也好，对台湾的疫苗的支援是有力的，这个还击了中国大陆在台湾的掀起的这些波澜啊，就这个，没有别的啊，没有别的，不会有别的结果，只会是这样的结果。提问：共产党的目标就是消灭资本主义，但其目的或者说动机是什么？动机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啊，不消灭资本主义怎么实现共产主义啊？就是这个，共产主义是什么？你自己查一下谷歌吧，好不好？提问：请问王老师，数字人民币是否是新时代的粮票？怎样才能够避免受到数字人民币对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后面这个问题我不答，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数字人民币肯定不是新时代的粮票，它只是数字化的纸币，它只是数字化的现钞，没有区别，跟现钞没有区别。它会不会强化中共的数字集权？当然会，它是个工具，它能够中共利用的各种各样的工具，包括这个微信，包括微博，各种各样的工具，中共在利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为它的数字集权服务。那么数字人民币会不会帮助它？会的，我们只能是这么答。我们要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讲讨论数字人民币。第一个是从专业层面来讲，第二个是从政治层面来讲。那么从专业层面来讲，数字人民币就是数字化的现钞，仅此而已啊。那么它跟现在你用的这个支付宝、用的这个微信支付是没有任何区别啊。有很多人讲各种设计啊，很多有各种各样的想象，不需要数字人民币也能够实现那种各种想象。我还是那句话，数字人民币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它就是数字化的现钞。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我们要从更高的层面来讲，政治层面，数字人民币会强化中共的数字集权。这个它只是在利用数字人民币作为它的集权工具的其中一部分，就像什么？就像微信支付，就像这个支付宝是一样的。如果你说数字人民币是为了它的集权工具而设计的，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我讲过数字人民币设计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我做过很多期节目，我都讲过很多次。所以你说它就是为了拿来变成新时代的粮票，我不同意。这个把这事情说小了。提问：王老师好，我是家里唯一一个在国外自己生活的人。最近我妈妈跟我讲，千万不要在朋友圈发表对国内的看法或者不满，理由是我现在在国外过得好了，就不要回过头来说祖国母亲的不好，不然就像一个不懂感恩的凤凰女。如果你过得好，你可以回祖国建设，帮忙祖国发展，哪怕不回，也不要说祖国的坏话，伤害自己人。我有点分不清，我妈这是被洗脑了，还是我真的像她说的那样不懂感恩？请问王老师你的看法？你过好了不用感谢任何人，感谢你自己就好。
因为你没有一分钱是别人给你的，你自己过的，所以只要感谢共产党，你不需要感谢共产党没给你一分钱，所以这件事情一句话就反驳完了。第二个，你是不是需要在朋友圈说中国的不好？我觉得你没必要跑到那里去说这个，为什么？因为你还有亲人在大陆啊，你不要给他们造成不便，因为你为了满足你自己的某种需要，做这个动作呢，我觉得是不理智啊。我觉得你就不要去，最好是不要用微信啊，微信把这个朋友圈取消就好了，你可以只拿来用来干什么呢？跟你父母沟通就好了，取消把那个朋友圈关掉，这是最合理的行为啊，好吧？所以我不觉得不一定你妈是被洗脑，她只是提醒你而已啊。所以尽量的不要做这个动作，把朋友圈关掉最理想，好吗？提问：在当今的外交情况下，为什么习一直坚持战狼，而不拿熊猫外交的那一面？是因为死要面子，还是因为坚持东升西降没反应过来？这是个好问题。其实今天我一直在准备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想，就是他为什么不调整？你看形势很困难。你看我做到最后的时候，我讲中国战狼外交有三个条件，就是决定中国战狼外交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中国经济实力，中国经济到底怎么样？你有没有实力决定你去吼别人，你后面得有东西啊，得有人听啊，谁听你啊，对吧？所以经济实力，还有习近平本人啊，他的地位，还有就是中美关系。我就在想，你看现在中国现在这么孤立，你还搞战狼外交，那不傻吗？但是好像你没看见他改变，为什么没改变？我觉得跟什么有关？跟习近平有关系。你可以看最近习近平的一系列行为，你比如说像昨天我们讲习近平他们带着这些中共的这些高层，我看现场得有个小100人吧，在那宣誓啊，宣誓，因为他参观这个叫中共党史展啊，在中共党史展览馆参观中共党史展览。你一看这个活动就是这个建党100周年的活动的内容之一，但理论上你这跑到那儿宣誓，你不是应该在7月1号这个活动的当天举行吗？你当天举行比较靠谱啊，因为在全国人面前，在全党人面前，纪念活动宣个誓，哎，有仪式感。你怎么会6月18号又不是节又不是假的，你跑着去宣誓干什么呢？没头没脑，你解释不通，解释不通，你只能想，习近平一拍脑袋，我们搞个这个活动呗。所以你可以看现在很多习近平的行为，越来越反映，他不是反映国家政策，他越来越反映他个人意志。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他也是越来越仍然在反映他的个人意志。我们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中国的人口政策，中国人口政策不是今天才说的，今天是见到结果，但实际上中国的人口政策在若干年前就应该调整。我们现在是见到结果，当时没有调整，现在看到结果，人口开始出现坍塌。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调整？其实调整，其实这里面涉及到3个问题。第一个认知问题，第二个什么问题？你有个认知之后，然后你做出一些回应。第三，你做出改变，通常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但是完全没有发生。为什么？没有人有权利，权力都集中在习近平手里。习近平可能有一天汇报的时候，习近平那天这个拉屎没拉出来，心情不高兴，一汇报他不理底下人就再不敢报了，再不敢报，这个政策就放在那儿。你可以看中国很多政策，大概想象一下，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集权跟独裁。集权跟独裁有个优点，这个体制有个优点，决策非常快，一拍板就走了。
这里修一条高铁，修吗？修，马上就修了。这里就建个雄安，建吗？建，啪，马上就建了，决策非常快。但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领导一变弊，大家都没饭吃，就这个问题。现在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呈现什么？中国现在呈现的这个场景，就是集权的出现的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就习近平他个人的意志，越来越体现在各个政策层面，而这些各个政策层面越来越烂。你比如说教培，教培就是习近平讲了一个话，那底下人就争相拍马屁啊，这个工商局也拍马屁，这个教育部也拍马屁，各种部门拍马屁，文化部最后也拍马屁，都出政策，那还不把教培给灭掉，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以他为什么不改？我觉得跟习近平的个人有关系。提问，请问中共在历史上有过像样专业一点的外交作风吗？中国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外交官的啊，中国的外交不输的，一点都不输的。中国在外交层面绝对不输的，中国有很多很厉害的外交官，很专业的外交官。否则你像钱其琛，你像这个崔天凯啊，都是非常专业、非常厉害的外交官。包括杨洁篪，杨洁篪很厉害的，非常厉害。杨洁篪原来做美国的工作，像小布什家族跟他关系都很好。中国人很善于搞关系，外交就是搞关系。中国在外交外交其实就是两点，第一个是搞关系，第二就是搞阴谋。这两点都是中国人最擅长，所以中国外交不差。但是现在的外交战狼外交，我觉得它反映了另外一面。就是最污的那一面。提问，请问王老师，现在可以在油管、推特等平台上的节目看到很多小粉红出征和渗透，是否可以说明墙内民众已经逐渐完成了自我文革？也不能这么说吧，你说呢？我觉得，大部分你看到的小粉红，其实都是职业的啊，你看到的那些都是职业的。有多少自干五呢？我觉得自干五也有，但是跟你看到的帖子相比，你看到的帖子都是被安排到你面前来啊。观点，关注王老师节目已经2年多，感谢王老师的一路引领，每天为网友分析新闻背后的逻辑伦理，加油，谢谢啊。那 Amy， 我已经把这个 YouTube 上面的念完了，你是不是？我再把明谢也念完吧。啊，明谢 Jessie 蔡，谢谢 Thora 和谢谢，蔡 Bill 谢谢 Linda 丁谢谢 ，OK 谢谢啊 ，Amy 到你。是老师，因为我发现现在 Clubhouse 的那个小伙伴都很自觉啊，都先几个那个油管的小伙伴。那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就是踊跃报名上来参加讨论吧。听王老师今天就刚才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走这个战狼？我想说，那个战狼是不是就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回潮呢？民族主义，老实讲呢，我对民族主义这个用词是，民族主义其实是针对外族，民族主义它是有个对象的啊，你所有的都是有对象感，民族主义其实是对付外族，那么对付外族其实就是对付外国。那么其实在过去中共建政之后用过民族主义这个工具，它只是针对什么呢？比如说针对美国、针对日本、针对韩国，它用过一些，让这个小青年们上街烧车啊、砸这个大使馆啊等等，但是基本上不大敢用，而且现在不大敢用。为什么？因为民族主义是个双刃剑，这个火点着了呢，它会反噬，一不小心会割到自己。
所以基本上中共很少用民族主义，中共用什么呢？用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呢，就是一把刀，刀背朝自己，刀刃向外。刀就是刀的好处，它就是刀刃少一边，就是只砍对方，不会伤到自己。所以中共用更多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就是，然后就是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基本上是用这种方式。所以基本上，战狼外交，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中国强硬的推行它的全球战略的一个表现呈现出来的样子。当然，这里面有观感的问题，就是说，你可以看外交部发言人这个赵立坚、华春莹讲话的阴阳怪气，这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观感，但其实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中共在推动它的全球战略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遇到的各种障碍，遇到各种冲突的。而在这个冲突的过程当中，理论上来说，外交部应该把这个冲突呢，把它化解，尽量化解冲突，那你不更容易推进吗？那现在这个外交部它并不化解冲突，它直接把这个冲突推过去啊，推过去呢，所谓的实力外交啊，展示实力外交，那当然实力背后就是钱嘛，用钱铺路嘛。所以外交部的这个叫我们叫这个外交的这个动作就变得意义不大。我今天送300万就搞定了，谈什么谈？不谈了，直接把钱铺过去就搞定了。所以基本上你现在看到中国的外交基本上是这样，外交部变成什么？变成送钱部。他所谓的外交手段、外交战略就是用钱来搞定。所以跟民族主义关系不太大，主要还是他在这个进程当中，你看我搞定他了，在后面演个戏给国内看一下，你看啊，你看我们的这个习主席众星捧月，习主席站中间，哎，你看我多牛逼啊！我一牛逼，这个制度的优越性不就出来了？所有的宣传不就跟着就往外跑？它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它背后是一个这样的逻辑在背后，就是所谓我叫内外兼修啊，对内呢能够做宣传，对外呢能推进我的全球战略，然后底下是什么？全球战略底下的轮子是什么？用人民币做的呀，它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啊。那边啊，那这个其实，他这个，我觉得王老师你应该跟大家讲讲，像在这种环境下，对这个中国的经济跟全球的经济未来的影响，我听起来是觉得后面应该有很多负面的。影响战狼外交，我是觉得慢慢它会走不动。我认为啊，战狼外交会慢慢走不动。为什么会走不动呢？你想一下，我前面讲了几个西方国家的觉醒啊，然后他们开始使绊子了，挖坑使绊子了，那你再往前跑能跑多远？这是一个方面。还有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我都讲中国刚才讲中国在推进它的全球战略、它的政治进程的时候，它推进往前推，底下的轮子是什么做的？人民币做的，他用钱铺出去的，那花好多钱。那你想想看，那背后靠的是什么？经济实力啊！你要用钱来铺的话，那就花好多好多钱。那这经济实力，你如果中国经济现在，刚才网友都说了，你现在连社保的窟窿都填不住了，你还有多少钱的往外面泼水那么往外泼？那以前中国捐钱，那不是一般的捐钱。你说美国那些大学捐多少钱？哈佛这几个名校，那中国用各种各样的名义往里面塞钱，那塞，你现在你塞还能这么塞吗？一方面，这些学校不敢收了，为什么？因为国会那边开始注意这些事情，要求政府开始查这些事情，要求你报备，你都怎么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也没那么多钱，所以经济实力是核心。你走不远。我说中国战狼外交，你再往前走，背后受3样东西牵制，一个是钱，经济实力，
一个是习近平，他是不是还坚持？还有一个就是中美关系翻脸，翻脸到什么程度？中美要是翻脸到我们之前讲这台湾说打台湾，不懂台湾，那美国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叫米利上将，那在国会的时候，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问他打不打得赢，米利说：“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美军没有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问题。”那你想想看，那当然没问题。我都说过，全世界组成一个军队跟美国军打不赢的，所以这不是问题。所以当美国调动起来，当中国经济实力开始下降，甚至无以为继的时候，战狼外交就走不远，就是这个。好吧，那我们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提前就这么结束，你说怎么样 ，Amy？好的，这油管上其实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啊。对，是。对。Clubhouse 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今天就这样，好不好？Clubhouse 也关掉了吗？这问题是大家不参与了。不是因为我的节目讲完了。不是特别自觉，知道吗？就是你那个油管一关，好多人下来就开始发言了。那好，我先把油管关掉，好吧 ？OK。各位网友，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